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David Swensen 的非凡的成功，个人投资的制胜之道。David Swensen 从1985年起担任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首席投资官，任期长达30多年，将规模仅10亿美元的基金一路做大到了数百亿美元。他创立的资产配置体系深刻重塑了全球大型机构的运作模式。然而，正是这位站在机构投资金字塔顶端、深谙资本运转机制的专业操盘手，在这本书里给个人投资者提出了与华尔街主流截然相反的建议。在这本书中，他用详实的客观数据撕开了共同基金行业的面纱，直击其为了赚取管理费而与投资者利益产生根本冲突的商业本质。普通人如果盲目跟随市场喧嚣，试图通过预测大盘或挑选明星股票来获利，最终只会陷入一场被隐性成本和税收损耗拖垮的消耗战。个人想要在市场中取胜，更可靠的出路是放弃主动管理，构建科学的资产结构，并利用低成本的被动指数工具进行防御。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普通人究竟该如何摆脱固有的误区，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长期投资组合。面对变幻莫测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实际能够运用的工具仅有3种：资产配置 （Asset Allocation）、市场择时 （Market Timing） 与证券选择 （Security Selection）。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将几乎所有的精力和资金都倾注在了后2项工具上。人们热衷于在价格波动中寻找买入和卖出的绝佳时机，或者在海量的上市公司财报与新闻资讯中，试图挖掘出下一只能够带来超额回报的股票。1986年 Gary Brinson、Randolph Hood 和 Gilbert B. Bauer 在金融分析师期刊上发表了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经典研究。他们对91家大型养老基金在1974年至1983年间的业绩表现进行了深度追踪与归因分析。研究覆盖了股票、债券和现金等核心类别，用10年的跨度去除了短期波动的干扰。最终的测算结果表明，这些机构投资组合回报波动的 93.6% 仅仅是由资产配置政策决定的。资金在不同资产大类之间的分配比例构成了长期收益的绝对主导力量，而市场择时和证券选择对长期业绩的贡献微乎其微，甚至在扣除成本后往往呈现负值。市场择时本质上是一场残酷的零和博弈。当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点成功高抛低吸时，必然对应着另一个交易对手的低抛高吸。一旦将交易过程中的券商佣金、买卖价差以及随之触发的税收损耗计算在内，这场博弈就变成了注定亏损的复合博弈。频繁进出市场不仅无法精准锁定历史低点，反而极易错过那些真正贡献绝大部分涨幅的少数关键交易日。同样，证券选择在现代高度有效、信息高度透明的金融市场中是一项胜率极低的任务。当前的市场公开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所有已知的基本面信息。试图持续战胜市场，意味着必须持续获得非公开信息，或具备超越所有专业机构的定价分析能力。这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并不现实。资产配置是唯一一个完全处于投资者掌控之中，并且能够可靠地创造长期财富的工具。科学的资产结构不仅决定了预期收益的上限，更从底层结构上划定了最大回撤的底线。它是构建长期投资组合的基石，地基一旦存在结构性缺陷，任何试图通过短线交易获取超额收益的努力都注定会在市场周期的巨浪中完全崩塌。确立了资产配置的绝对核心地位后，构建长期投资组合的具体标的选择就成为了决定成败的关键环节。在长达数十年的人生财务周期中，投资组合必须具备强烈的股权偏好 （equity orientation）， 这是实现真实购买力跨周期增长的关键途径。通货膨胀是持续侵蚀法币购买力的隐形利刃。在20-30年的时间跨度里，现金的实际购买力会遭到持续削减。只有伴随整体宏观经济增长，分享企业盈利扩张红利的股权类资产，才能真正对冲通货膨胀的侵蚀，
提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实际回报。在6大核心资产类别 Core Asset Classes 的配置框架中，前3大进攻型支柱完全由股权构成。第一大支柱是国内股票 Domestic Equities， 这代表着对本国核心商业力量的广泛所有权，是获取本地国民经济增长红利的最直接途径。通过持有全市场广泛分散的股票指数，投资者实际上成为了整个国家经济引擎的被动股东，享受着生产力提升带来的长期资本增值。第二大支柱是发达国家股票 Foreign Developed Equities， 第3大支柱则是新兴市场股票 Emerging Market Equities。 在投资组合中引入这2类海外股权资产，绝非因为它们在特定的年份能提供比国内市场更高的绝对收益，而是为了获取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中最宝贵的属性——不相关性。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周期、央行货币政策节奏以及底层产业结构往往存在着显著的错位与时差。当某一个区域市场遭遇深度的经济衰退或流动性紧缩时，地球另一端的市场可能正处于繁荣的扩张阶段。通过跨国界配置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的股权，投资组合能够在不牺牲整体预期回报率的前提下，大幅平滑长期的收益波动率。新兴市场本身确实伴随着较高的短期价格波动性和地缘政治风险，但在科学分散的配置框架下，将这种高波动且与其他资产相关性较低的标的纳入其中，反而能够从结构上降低整体账户的系统性风险，并捕获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高额风险溢价。广泛持有这3大股权支柱，实质上就是不带偏见地买下了全球人类商业活动的整体增长引擎。一个能够穿越宏观经济周期的稳健长期投资组合，除了具备进攻性的股权资产，还必须构建坚如磐石的安全底座。这构成了核心资产架构的后3大防守型支柱：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美国国债 （U.S. Treasury Bonds） 与通胀保值债券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底层资产是产生实际租金收入的商业地产，它兼具了股权的长期资本增值潜力与债券的稳定派息特征。由于商业地产的租约周期和价格波动规律与传统的股票市场往往不同步，它能够有效补充组合的分散化防御能力，并提供对抗部分通胀的实物资产支撑。普通国债和通胀保值债券则主要充当了组合在面临极端金融风暴时的安全气囊。当宏观经济遭遇严重的通货紧缩或金融市场发生恐慌性抛售时，全市场资金的避险本能会不计成本地涌入最高信用等级的主权债务，从而推动高质量国债价格大幅上涨。这种逆势上涨直接为暴跌的股票资产提供了强大的对冲保护，并为后续的组合再平衡注入了宝贵的流动性。通胀保值债券则通过将本金规模与消费者物价指数直接挂钩，成为抵御恶性通货膨胀冲击的重要盾牌。在这个标准配置框架外，存在一个极具危险的资产陷阱，即公司债券 （corporate bonds） 和高收益债券 （high yield bonds）。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会被其略高于主权国债的票面利息所诱惑，将其作为固定收益部分的常规配置。然而，这类资产的收益特征呈现出高度危险的不对称性。在经济繁荣、企业盈利大增的扩张期，公司债券的收益上限被固定的票面利率牢牢锁住，投资者完全无法像普通股股东那样分享企业业绩爆发的红利。一旦宏观经济步入衰退，股市发生大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信用违约风险急剧飙升，公司债券的价格会表现得如同股票一样糟糕，甚至面临本金清零的绝境。这意味着公司债券在投资者最需要流动性保护的时候，不仅无法发挥避风港的功能，反而会跟着股票市场一起暴跌，极大地加剧整个投资组合的下行风险和回撤深度。承担了类似股票的严重回撤，却只能获得债券的有限微薄收益，这种风险收益严重不对等的资产必须被坚决、
完全的从核心投资组合中剔除。构建了以股权为核心的资产配置框架后，选择何种载体去持有这些资产，成为决定长期投资组合最终收益的另一道关键环节。几十年来，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资金被源源不断地吸纳进了主动管理的共同基金 （mutual funds） 之中。整个共同基金行业建立在一个无法调和的利益冲突之上。基金管理公司本质上是盈利性企业，其核心商业目标是为自身的股东创造最大化利润，而不是为购买基金的投资者实现回报最大化。这些管理公司的核心收入来源是管理费，而管理费严格按照资产管理规模的固定百分比来提取。在这样的商业模式下，基金公司的唯一理性选择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扩大资产规模。这种对规模的无尽渴求与投资者追求高额投资回报的目标背道而驰。当一支基金的规模仅有几千万美元时，基金经理可以很灵活地将资金集中投入到他最看好的少数几家高潜力公司中，从而获取超额收益。当基金规模因为狂热的营销而膨胀至数百亿美元时，规模乘法就会随之降临。庞大的资金体量使得基金经理在建仓或清仓时稍有动作就会引发剧烈的市场价格波动，直接推高买入成本，压低卖出价格。为了吸纳这些数以百亿计的过剩资金，基金被迫将投资分散到成百上千只平庸的股票上，原有的高胜率投资策略被严重稀释。最终，这只庞然大物在持仓结构上沦为了一只隐蔽的指数基金，完全丧失了战胜市场的敏锐度，却依然向投资者收取着高昂的主动管理费。在这种利益错位的商业结构下，基金公司可以立于绝对的不败之地。在牛市中，资产价格水涨船高，管理费收入随之暴增；在熊市中，即使投资者的本金遭受重创，基金公司依然能从缩水的资产中旱涝保收地抽走固定比例的费用。投资者独自承担了资本市场所有的下行风险，而管理公司却几乎不承担本金风险地切走了一大块收益蛋糕。将长期的资本积累托付给存在根本利益对立的商业机构，注定是一场财富流失的单向游戏。资金的控制权实际上已经从投资者手中转移到了那些只关心自身利润表的基金管理者手中。商业模式上的利益冲突会转化为一系列沉重且隐蔽性很强的摩擦成本，持续啃食着投资者的本金。最直接的损耗来自于基金的费用率 expense ratio。 一只典型的主动型股票基金每年的费用率通常在 1% 到 1.5% 之间，这笔费用每天按比例直接从基金的净值中无声无息地扣除。投资者在日常的账户账单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扣款的痕迹，但却实打实地削减了真实的资本回报。除了常规的投研和行政开销，整个基金行业还堂而皇之地让现有投资者为基金公司的商业扩张买单。198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通过了相关规则，允许共同基金收取12B 一费用。这笔费用被明确规定用于支付基金的广告营销活动和销售经纪人的抽成佣金。现有的基金持有人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真金白银资助基金公司去各大媒体打广告，吸引新客户，以此来不断扩大资产管理规模。这笔庞大的开销对现有投资者的资金增值没有任何正向贡献，是一场很荒谬的财富剥削。更致命的隐性损耗深藏在基金经理狂热的日常交易行为中。主动型基金经理为了制造击败市场的幻想并吸引资金，极为频繁地买入和卖出股票。主动型股票基金的平均换手率 turnover rate 往往超过 100%， 这意味着整个庞大的投资组合在短短1年内被完整翻换了一遍。每一次买卖都会产生高昂的券商佣金和买卖价差，结合庞大资金进出市场时产生的流动性冲击成本，交易损耗被成倍放大。将明面上的固定费用率、毫无道理的营销推广费用以及极高换手率带来的隐性交易摩擦相加，
一只典型的主动基金每年会轻易损失掉2%到3%的总回报。在长期的资本市场中，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资本收益率本身就极为珍贵。每年高达3%的无情抽血，足以在几十年间夺走投资者将近一半的财富积累。这种高昂成本结构注定了绝大多数主动基金必定跑输大盘的宿命。主动管理并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高效地毁灭价值。高换手率不仅带来了直接的交易摩擦，更引爆了长期投资中最具破坏力，也最常被华尔街刻意掩盖的隐形杀手——税收效率的极度低下。对于在应税账户中持有基金的个人投资者而言，税收是资本流失的最大漏洞，但主动型基金的运转机制却完全无视了现行税收制度的惩罚效应。按照相关的税收法规，当基金经理在组合内部卖出一只盈利的股票时，就实质上实现了资本利得。共同基金必须在每个纳税年度的年末，将这些实现的内部收益强制分配给基金持有人。投资者随后必须为这笔分配所得缴纳高昂的资本利得税 （Capital Gains Tax）。荒谬且杀伤力很强的是，即便投资者根本没有卖出任何一丁点基金份额，甚至这只基金在当年的整体净值是大幅下跌的，只要基金经理在内部进行了获利了结的换手交易，投资者就必须自掏腰包向税务部门纳税。一只换手率极高的主动基金，本质上就是一台高速运转的税务制造机，它不断地将原本可以享受税收递延、继续参与复利滚动的账面利润，强制转化为必须立刻流失的应税现金。1993年 ，Robert Arnott 和 Robert Jeffrey 在投资组合管理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经典的实证研究，他们对71家共同基金在10年跨度内的实际业绩进行了深度追踪。在不考虑税收的账面税前数据上，这71家基金中有15家战胜了市场基准。然而，一旦将基金经理频繁交易触发的资本利得税计算在内，这15家原本跑赢的基金中，有12家的超额收益被税收彻底抹平。最终，71家基金中仅剩下3家在税后依然能跑赢基准。这意味着高达 95.8% 的主动基金在扣除税收影响后，真实收益远远落后于买入并长期持有的被动市场指数。复利效应的巨大威力，严格建立在资本能够不受外部干扰，持续不断地进行滚雪球的基础之上。主动基金通过频繁的无用交易不断触发纳税事件，相当于每年都在从复利的雪球上硬生生切下一大块利润上缴。在长达20-30年的投资周期中，这种年度的持续税收流失会造成令人震惊的资本缩水。整个基金行业永远只用光鲜亮丽的税前收益来包装和推销产品，但决定个人投资者最终生活质量和购买力的，永远是被税收和高昂成本双重洗劫后的真实税后净值。在看清了主动管理的真面目后，果断抛弃主动型基金这一劣质工具，成为了更理性的选择。看透了主动管理共同基金的利益冲突与极高的摩擦成本后，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载体来落实核心资产的配置。被动投资 （Passive Investment） 是个人获取市场公平回报的更可行路径。具体而言，这指的是广泛分散的指数基金 （Index Funds） 或交易所交易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s，ETFs）。1976年John Bogle 创立了面向个人投资者的第一支零售指数基金。与传统盈利性基金公司不同， John Bogle 为先锋领航 Vanguard 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互惠结构，基金的投资者真正拥有了基金管理公司本身。这种结构从组织结构上消除了管理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管理费被压缩到了维持日常运营的极低限度。典型的被动指数基金不雇佣高薪的明星基金经理，不建立庞大的股票研究团队，也不进行任何试图战胜市场的频繁交易。他们仅仅是机械、忠实、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地跟踪某个特定的市场基准指数。这种放弃主观预测和选股的策略，带来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主动型股票基金每年的总摩擦成本高达 2% 到 3%， 而优秀的被动指数基金每年的总费用率甚至可以低于 0.1%。 在资本市场的复利作用下，这看似微小的百分比差异会在20-30年的长跑中造成惊人的巨大鸿沟。更重要的是，指数基金极低的换手率不仅省下了巨额的交易佣金，更完美规避了主动基金内部频繁获利了结所触发的严重纳税事件。资金可以在不受资本利得税干扰的情况下，长期享受复利的滚动。利用低成本、高税收效率的被动工具，严格覆盖国内股票、发达国家股票、新兴市场股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美国国债和通胀保值债券这6大核心资产，是个人投资者在华尔街消耗战中胜出的最终利器。选定了极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并完成了资产的初始分配，仅仅是长期投资旅程的第一步。随着金融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投资组合中各类资产的实际占比会迅速偏离最初设定的目标权重。此时必须引入定期再平衡 rebalancing 机制，这是一套强迫投资者违背追涨杀跌的人性本能，严格执行交易纪律的操作要求。在平衡的数学逻辑很简单，卖出近期表现优异、占比超标的资产，将回笼的资金买入近期表现惨淡、占比缩水的资产，使各项资产的权重强制恢复到初始设定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资本市场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科技股狂热。在互联网概念的疯狂推动下，国内股票资产的市值急速飙升，在许多人的投资组合中占据了明显失衡的庞大比例。当时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被贪婪驱使，继续疯狂加仓科技股。严格执行再平衡纪律的投资者会被规则强迫着不断卖出持续暴涨的股票组合，将抽出的资金买入当时表现平平的美国国债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这种操作在狂热期无疑是逆势且痛苦的，甚至会遭到市场的嘲笑。2000年3月至2002年10月，科技股泡沫完全破裂，纳斯达克指数暴跌超过 70%。 那些顺应趋势、被动积累了大量高估值股票的组合遭到了沉重打击。坚持在平衡的投资者不仅在崩盘前被动兑现了巨额利润，大幅降低了高估值风险，更在随后股市最恐慌、最绝望的谷底，被在平衡纪律强迫着卖出价格高涨的国债，大举买入价格很低的股票筹码。人性天生倾向于追涨杀跌，顺应趋势。在平衡机制直接剥夺了投资者的主观情绪决策权，用机械的规则实现了真正的逆向投资 （contrarian investment）， 能够确保长期投资组合能够在几十年的极端牛熊转换中不发生致命结构漂移。坚持使用被动指数基金并严格执行逆向的再平衡，在逻辑上完美无缺，在实际操作中却鲜有人能够长期坚持。华尔街的专业机构掌握着最顶尖的信息网络和庞大的投研资源，却同样无法贯彻这种简单的常识。核心症结在于，机构基金经理面临着很严苛的职业风险 （career risk）。在高度商业化、相对排名驱动的资产管理行业中，基金经理的业绩会被雇主和客户按季度甚至按月进行严格考核。如果一名经理为了坚持长期的估值回归逻辑，在市场狂热时提前减仓，或者在泡沫期间拒绝买入估值极高但极度热门的股票，他的短期业绩将不可避免地大幅落后于同行基准。这种短暂的业绩落后会迅速引发客户的大规模赎回和基金管理费的锐减。基金经理本人将在长期策略发挥作用，泡沫最终破裂之前就被雇主直接解雇。为了保住高薪职位，专业机构的操盘手们被迫放弃独立判断，陷入高度趋同的羊群效应 herd behavior。 他们宁愿跟随大众一起在泡沫破裂时承受巨额亏损，也不愿承担特立独行带来的短期排名垫底风险。个人投资者则完全不受这种代理人困境的束缚，个人投资资金的所有权与管理权高度统一，不需要向任何外部雇主或客户汇报季度排名，
也不存在短期跑输市场就会被立刻解雇的职业危机。这种不受外界利益考核干扰的独立性，是个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对抗庞大专业机构的关键隐形优势。只要能够克服自身的恐惧与贪婪，个人完全可以坚定地持有低成本的广泛市场指数，严格执行再平衡纪律，忍受几个季度甚至几年的账面相对落后。在漫长的投资岁月里，那些被短期利益、商业排名和频繁交易的摩擦成本所严重裹挟的华尔街专业资本终将败下阵来。坚守常识与执行纪律的个人，更有机会在资本的长跑中获取属于自己的非凡回报。非凡的成功是一本能帮我们看清金融机构底牌、建立正确配置常识的书。书中揭开了共同基金行业利益冲突的真面目，让我们看到高昂的摩擦成本和糟糕的税收效率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吞噬本金的。在这场对投资者很不利的游戏里，稳赚不赔的往往是那些收取管理费的金融机构。普通人要想真正在市场上生存下来，更可靠的出路就是抛弃主动管理，转而使用极低成本的被动指数基金。投资并没有那么多神奇的秘籍，把资金广泛分散在全球不同市场的股票里充当进攻主力，再搭配上国债和房地产信托基金作为防守底座，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说到底，投资拼的不是谁能精准预测市场的涨跌，而是在漫长的周期里，谁能老老实实地坚持这些常识，管住自己的手，不被短期的贪婪和恐惧带偏。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您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